教授走进教室准备上课，但他包里装的却不是课本，而是装了满满一包的凶器。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件摆在桌上，让学生们过来挑选，每人挑一件最适合的凶器。等大家都选完之后，桌上只剩下一瓶安眠药。教授随后布置了一个课堂作业，让大家想象自己是凶手，使用刚才选择的凶器，写一份详尽的报告。第二天学生们都提交了报告，教授阅读后宣布了成绩，有位女同学得了满分。教授对她的选择表示赞赏，她选择的凶器是一条丝袜。教授请她解释原因，她说丝袜作为凶器不会留指纹，但实际测试后她发现丝袜并不是一个好的凶器，因为丝袜有弹性，用它来勒脖子非常困难，杀人需要多次努力，这对受害者来说极其痛苦，因此使用丝袜的杀手，他的行为已超出杀人本身，更像是在享受杀戮的过程，这表明他是一个变态。女学生的分析给教授带来了启发，为他提供了新的思路，因为他正在调查一起发生在30年前的连环杀人案，凶手当时使用的就是丝袜。30年前，刑警光浩在追捕过程中，意外在芦苇荡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尸体四肢被丝袜紧绑，死因是被丝袜勒紧窒息，尸体已开始发生变色，看起来这具尸体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。这是第一宗谋杀案，原本以为这事儿已经翻篇了，警方已经开始介入调查。就在那一天，光浩正在打电话给他新交的女朋友，突然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，江边又发现了一具女尸，女尸的四肢也是被丝袜勒住脖子致死。这种变态的杀人方式让同事老幺恶心地吐了起来。凶手已经连续作案2次了，重案组不得不加紧调查，因为30年前的技术相当落后，唯一的调查手段就是排查受害人周围所有认识的人，逐个进行排查，通过询问所有人后就能确认一些人的不在场证明。虽然这方法很繁琐，但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最有效的调查手段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分析，竟然发现所有人都没有嫌疑。为了案件忙到深夜的光好去了附近茶馆放松一下，老板娘却在抱怨女儿阿娇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大家都没当回事，只是简单的安慰她，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到了深夜，老板娘急匆匆跑到警局报案，希望能帮忙找到女儿阿娇。值班的老幺却没放在心上，觉得老板娘太过担心，因为阿娇经常晚归。但第2天一大早，重案组接到了报案，在河边的芦苇荡里找到了阿娇的尸体。阿娇的尸体被发现了，作案手法和之前2起一模一样。老板娘看到女儿的尸体，痛苦的失声大哭。凶手接连作案，但案件依旧毫无头绪。为了稳住局势，局长命令必须在年前破案。大家都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侦查，然而案件仍旧没有任何进展。时间一天天地流逝，光浩与女友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他们的婚后生活幸福甜蜜。但在这个晚上，一个女孩在乡间的小路上行走，身后有一个黑影紧紧跟随，紧接着一声惨叫，又有一名女子惨遭毒手。接到报警后，案件组立刻赶往现场，光浩带队迅速到达案发地点，发现这次的作案手法与之前几次一致，死者四肢都被丝袜紧绑，死因同样是被丝袜勒死。接到消息的丈夫带着孩子也来到了现场，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，看到妻子为他精心准备的礼物，瞬间悲痛欲绝，泪流满面。回到警局后，光浩调查了许多与死者有关的人，但依旧毫无收获。几天后，第5起案件发生了，凶手同样用丝袜捆绑女性的四肢，最终通过勒紧致死，依然是同样的作案方式。但这次现场勘查时，光浩发现了不同，死者的脚上有6个黑点，他立刻联系了法医，法医确认其他受害者的尸体上也有这样的黑点。本以为这不是什么关键线索，所以没写进尸检报告里。光浩翻看旧报告时发现了这一点，凶手每次作案都会留下特定的标记，从第1个到第4个尸体的标记都对得上，但今天发现的尸体却有6个黑点，而不是5个，这意味着还有一具尸体尚未找到。于是重案组开始了大规模搜查，几天几夜的搜寻后依然毫无结果。这一天，光浩正准备出门侦查，收到了妻子送的礼物，一只哨子，希望他遇险时能吹响，然后他会变成奥特曼去救他。晚上，光浩和同事老幺在地图上标出了所有受害者的地点，发现凶手每次作案的地点越来越远，这让他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，凶手第一次作案的地点定是熟悉的，未被逮捕让凶手更加大胆，因此选择越来越远的地点作案。理清了这些线索后，光浩来到了第1次案发现场，通过挨家挨户走访调查，但仍未找到任何有用线索。路边2个小孩的争吵却引起了光浩的注意，原来是附近的小狗都神秘失踪了，他们怀疑是住在山上的小哥所为。在一个女孩的指引下，光浩和同事找到了那小哥的家，发现那房子四周荒凉透着阴森。他们走到了后院，一个小土堆引起了光浩的注意，他用力挖开泥土，没想到手上全是鲜血，埋在屋里的全是小狗的尸体。这时小哥也回到了家，光浩怒气冲冲地盯着对方，
他推测对方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，而小哥坚称他只杀了条狗，他否认有害人的行为，但光浩认为他在伪装，只是把狗当实验对象，来满足他杀戮的快感。光浩忍无可忍，对小哥一顿痛打，组长及时出面阻止了他。经过调查证实，小何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，所以真正的凶手是别人。光浩听后崩溃了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查，原以为有了突破，没想到又断了线索。光浩感到非常不甘，他又来到上次案发现场，希望能找到点线索。当他走进昏暗的隧道，隐约看到隧道内有人正坐在案发现场，看起来正沉浸在杀戮的快感中。光浩意识到这人可能就是凶手，于是大声吼叫。黑衣人发现后迅速逃走，光浩拼命追赶。当光浩跑到阴暗处，却发现黑衣人消失了。突然黑衣人从背后出现，将光浩打晕，他随身的哨子也掉了出来。黑衣人消失在隧道深处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光浩醒来，他蹒跚地走出隧道。正当他走出隧道，隧道灯光逐渐熄灭，隧道口开始长出藤蔓，变成了荒废已久的洞口。光浩一瘸一拐地过马路时，差点被迎面驶来的汽车撞到。气愤的光浩想让司机下车理论，但司机并没有照做。慌忙中，他踩下油门逃离了现场。光浩晃悠悠地回到警局，却发现自己的工作位子上坐着一个陌生男人，他便上前询问。男人说自己是重案组的小金，还问了光浩是谁。光浩以为小金是记者派来捣乱的疯子，也没听小金解释自己的身份，然后就把小金赶了出去。坐在椅子上的光浩看着桌上的华为手机，感到非常困惑，似乎从没见过这种东西，连旁边的老式电话机也变样了。他又看了看四周的布局，发现重案组的东西都变了。光浩这才觉得事情不对劲。这时旁边的传真机突然发来一份通告，通告说1988年出生的蒲光浩警长于2016年12月5日被调到华阳警局。光浩感到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，他明明是在1986年，怎么突然来到了2016年？难道真的穿越到了未来？走出警局的他发现一切都变了，他完全不认识现在的这个世界。曾经的小镇变成了高楼大厦，街上很多人都用着华为手机，穿着中国制造的衣服。他的脑海里充满了疑问，难道真的穿越了吗？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无奈之下他又回到了警局。大家都以为他是新调来的蒲光浩同事，甚至还拿他当新人开玩笑。光浩觉得这很荒唐，气冲冲地离开了警局。一旁的组长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他找出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他和光浩的合影。原来组长在30年前就和光浩一起侦破过案件。在组长的记忆中，光浩在隧道中失踪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大家都认为他已经遇难。光浩凭借记忆走到了和妻子曾经的地方，却发现自己的旧家已经变成了高楼。光浩无助地坐在路边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穿越到这里，但他觉得这和那条隧道有关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，他搭乘出租车去查探，可司机不熟悉这条路，竟然把光浩带到了一家疗养院门口。非常气愤的光浩拒绝支付车费，然后和司机发生了争执。这时疗养院的一个女人上了车，她表示愿意帮光浩支付车费。光浩的脸上立刻满是尴尬，他试图打听女人的身份，但女人一言不发就离开了。这时疗养院里传来一声惨叫，或许是职业本能作祟，光浩决定进去看看。原来是一名女病人被铅笔刺穿脖子死亡。光浩注视着女人耳后的纹身，一眼就认出那女人是自己曾审讯过的疑犯李善玉。他现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时接到报案的同事也赶到了现场，同事们都很惊讶，光浩怎么会提前到这里？但光浩不想理会他们，此时他只想找到隧道快点回家。光浩依靠记忆终于找到了那个废弃已久的隧道，他兴奋地跑了进去，但出来后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。不甘心的他又试了一次，周围的环境依旧没有任何变化。他在隧道里来回奔跑，一边呼喊着妻子的名字，希望能回到自己的世界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，精疲力尽的光浩终于倒下了，绝望地坐在地上。他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，为了生存并找到回家的方法，他暂时用上了1988年出生的光浩的身份。回到警局后，小金开始为大家分析案件。原来李善玉是韩国首位连环杀人犯，1990年因杀害3名男子而被捕，由于精神状态异常，他被转移到疗养院看护。听到这些，光浩也感到困惑，因为30年前警方只是怀疑他是疑犯，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。小金调查案发现场后也没有找到实质性的线索。李善玉临死前曾见过一个访客，监控视频显示是一名女性。这时光浩突然想起了疗养院门口的那个女人，女人离开后疗养院的命案才发生。小金和光浩开始调查，通过询问出租车司机，得知这女人是华阳大学的教授，他们在学校找到了她。得知李善瑜被害后，女教授面无表情，非常淡定的，她解释说自己是研究女性连环杀手的专家，
采访是因为工作需要，并且他们的对话有录音，这让光浩感到难以置信。他觉得这女人很可疑。那时的光浩不懂心理犯罪，30年前，心理犯罪这词还未普及。最后校长出面，证明教授因工作去的疗养院。采访结束后，尸检报告也出炉了。法医表示，铅笔上的 DNA 有2个人的信息，一个是死者的，另一个则不明。法医非常确定，李善玉是自杀。从铅笔的角度和方向，以及现场的血迹，可以判断是自己刺的。尽管案件已经结案，小金却觉得不对劲。他再次拜访了女教授，想了解教授和死者的对话内容。女教授播放了录音。光浩回到警局，向同事询问30年前的丝袜连环杀人案是否破案，真凶最终是谁。但同事说他对这个案件一无所知，现在可能只有组长清楚整个情况，因为他从1985年起就在警局工作，而此时的光浩却浑然不知。现在的组长正是30年前与他并肩作战的老幺。另一边，老幺组长也在调查光浩的背景。他找到了1988年出生的光浩的警局同事，同事表示他也不清楚原因，光浩的所有照片竟全部消失了。组长此时已经察觉到，警局里的光浩就是30年前的那个朴光浩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女性惨遭杀害，她的脚上留有5个黑点，这让光浩感到非常困惑。这难道不是30年前那位未被发现的第5名受害者吗？旁边的同事告诉光浩，这具尸体的死亡时间是1个月前，并非30年前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30年前第5名受害者遭遇毒手，凶手在标记完黑点后，确认他没有呼吸就悄然离开。没想到受害者一直在憋气假死，成功骗过凶手，从而侥幸逃生。他如今侥幸逃过一劫，但30年后又再次遭遇不幸。此时光浩也明白了一切，他并非无缘无故穿越到这里，而是因为这起连环杀人案。他相信只有自己能破解这个案件，找到真凶，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。然后光浩找到小金，向他讲述了1986年的连环命案，并且推测这具尸体很可能就是当年案件的幸存者，必须尽快确定尸体的真实身份，这样才能找到关键线索。但小金认为光浩在胡说八道，他坚决使用自己的方法来查明真相。回到警局后，小金推测被害人年龄可能在20到30岁之间，只需找到最近失踪的人口，进行 DNA 比对，就能确认被害人身份。旁边的光浩不知道 DNA 是啥，作为当事人，他确信被害人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，也许为了躲避杀手，遇害后就搬到了其他地方。现在只需查最近的迁入人口名单，就能找出被害人是谁。光浩认真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，但没人愿意相信他。一个刚开始工作的新警察，小金不信任这位新人光浩，坚持按自己的方式调查。无奈的光浩只好单独行动。他去了街道办，查了最近的迁入名单，然后一个个筛选出40到50岁的独居女性，准备逐一上门排查。忙了一整天，最终一无所获。正当此时，光浩突然想起，受害者为了躲避杀手，很可能已经改名换姓了。光浩再次前往街道办，确实发现一个叫金杰的女人，她本名叫翠花。光浩随后来到翠花租住的房子，房东说翠花已经1个月没回来了。这时光浩想起小金之前提过的 DNA 测试方法，于是他拿着翠花的化妆品去警局做了化验。化验结果显示，化妆品上的 DNA 与尸体的完全匹配。同事们都觉得难以置信，这么重要的线索竟然被一个新人发现了。光浩非常高兴，但不小心提到了1986年的事，这引起了旁边组长的注意。组长回想起30年前死者脚脖子上的痕迹是他的前辈发现的。组长于是质问光浩，30年前的案件资料都已销毁，现在警局里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件事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面对组长的质疑，光浩支支吾吾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幸好这时小金帮光浩解了围。小金决定去查翠花住处的监控录像，监控显示翠花在遇害那晚曾和一男子交谈，但监控没拍到那男人的脸。光浩接着访问了附近居民，了解到翠花被害前有人追求她，他们最后找到了那位追求者。追求者是个大叔，大叔承认确实追求过翠花。他说有次在自家门口看到翠花和一个男人在说话，那男人还亲切地叫她翠花，他以为翠花已经有了恋人，之后就放弃了追求。回到警局后，小金认为知道翠花名字的人不多，而知道这名字的一定是他最亲近的人。听到这里，光浩突然灵光一闪，他猜到死者的前夫肯定知道翠花这个名字，因此监控的人很可能就是死者的前夫。于是他们前往前夫的工作地点，同事说前夫已经1个月没来上班了。他们来到前夫的住所，邻居告诉他们，前夫1个月前就卖掉了房子，看起来像是准备出远门。重案组立即启动了手机定位系统，很快就把前夫抓捕归案，并带到了警局。前夫一到警局就交代了一切，他说自己因为双手受伤无法工作，所以才不得已和前妻离婚。
他已多年未与前妻联系，也不知道前妻遇害的事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也对前夫的住所进行了搜查，确认前夫不是凶手，案件调查再次陷入困境。这时，一通电话打破了僵局。他注意到监控视频中的男人一直手插口袋，似乎是在隐藏些什么。如果是凶器的话，那应该在右口袋，可他的手一直在左口袋，甚至在逃避时还故意遮挡，这表明他的左口袋里并不是凶器，而是隐藏着自己的自卑。这时，小金突然想起，他之前询问一位追求者时，注意到那人的左手也一直在口袋里。光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如果唯一的目击证人撒了谎，那么那位大叔肯定有问题。小金随后来到大叔的住处，发现大叔正往河里扔东西。小金询问大叔为什么隐瞒事实，光浩一脚飞踢，直接把大叔制服了。警方随后在河里打捞出了死者的遗体。大叔被带到警局后，也透露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和翠花聊天的男人就是他。他原本打算向翠花表白，但一直看不起大叔的残疾，甚至还侮辱了大叔。大叔因此由爱生恨，用那只被废弃的假肢把翠花勒死了。这样案件终于告破。光浩认为自己找到了30年前的凶手，他以为终于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，于是他再次走向隧道，兴奋地向隧道狂奔，想穿越回30年前和妻子团聚，但最终还是没能回到过去。光浩始终不明白，他是因为一起命案穿越过来的，命案已经告破，为什么还是回不去？他现在非常担心妻子。这时他意识到，既然回不到过去，就应该去寻找30年后的妻子。第二天，光浩就去办事处询问妻子的住址，但工作人员告诉他查不到妻子的信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光浩非常气愤，气冲冲地离开了。怀疑光浩身份的组长偷偷地跟踪了他，然后组长询问了工作人员光浩来这里的原因。工作人员详细地告诉了他，听说光浩在寻找自己的妻子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难道现在的光浩，这就是30年前失踪的光浩吗？他偷偷跟着光浩，看到光浩回到30年前的家，组长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此刻他非常确定，眼前的男人正是30年前失踪的光浩。看到组长这么激动，光浩决定不再隐瞒，向组长透露了自己穿越的事情。组长简直不敢相信，因为大家都认为光浩已遇害。光浩随后询问了组长妻子的信息，组长说当年被调往其他地区工作，与光浩的妻子失去了联系，但他非常确定30年前光浩的妻子和1988年的光浩同时消失了，这背后一定有其原因。于是两人达成了协议，组长帮助光浩寻找妻子，光浩去查1988年自己失踪的原因。第二天，警方在江边发现了一具女尸，尸体被发现的地点不属于重案组的管辖范围，因此大家只能在新买的小米电视上观看直播的案发现场。光浩从同事那里了解到，出于某种原因，小金每碰到女性被害案件，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第一个案发现场。大家都在猜测，可能是因为几年前疑犯郑浩英从他手中逃脱，导致其他分局的同事不太信任他。小金也很自责，这或许是他对女性案件格外痛心的原因。那个晚上，光浩来到1988年的水平警局，这是他当年工作的地方。本来是想打探一下失踪的光浩的线索，但同事说已经很久没联系上他了，然后给了光浩一个信封。光浩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张超速罚单，这个车牌号也非常熟悉，原来这是光浩刚穿越来时差点被这辆车撞到的那一次。当时他显得非常慌张，好像有人在追杀他。在深夜里，一名女子被一个黑衣男子跟踪并残忍杀害，她的丈夫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抱着刚满月的孩子赶到了现场。丈夫看到血泊中的妻子，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。看到妻子精心准备的礼物，他痛心疾首，泣不成声。30年后，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，成了一名重案组刑警。小金为了找出杀害母亲的凶手，他对所有女性被害案件都极为重视，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。这次江边发现的女尸案件原本不属于重案组管辖，为了找到更多线索，他求助于法医，私下查看了女尸的尸检报告，报告里的死因和作案手法与之前的案件一模一样，几乎没有找到其他有用的线索。看到小金一脸迷茫，法医好心提醒他，要找到更多线索，不只是关注案发后的情况，还要深入了解凶手作案前的特征，这样才能掌握关键信息，这样或许能找到破案的线索，说不定就能迎来突破，从而明确凶手的下一个作案目标。法医的话给了小金不少启发，于是他去找了一位女教授，把所有案件资料都交给了她，希望她能帮忙。作为心理学和犯罪学的专家，能从这些资料中找到关于凶手的关键线索。同时另一边，光浩一直在追踪1988年出生的自己的线索，他拿着那张超速罚单找到了组长，从罚单上的日期和自己穿越来的日期对比，发现居然是同一天。光浩因此猜测，如果想要再次穿越回去，就必须找到1988年出生的自己。于是他们去了交警队查监控录像，录像显示1988年的自己确实被人追踪，但因为夜色太暗，看不清追踪者的车牌号。
由于光浩的特殊身份，调查1988年的自己不能公开进行，组长只好请刑侦组的同事秘密锁定1988年的光浩的车辆定位。第二天，法医和小金聊天时提到了光浩，法医觉得光浩这人真是奇葩，作为一个现代人，竟然不会用华为手机，连拼多多砍价都不懂，通常这种人是有秘密想隐藏的。法医的话让小金产生了怀疑，毕竟光浩之前的行为确实让人难以捉摸。小金回到警局时，遇到了那位出租车司机，光浩一直没付车费，司机就来警局找光浩要车费，不经意间向小金透露了一些信息。光浩坐车的时候一直聊着30年前的事，听完司机的话，小金开始怀疑光浩的真实身份。组长桌上的一通电话让小金更加确认了自己的猜想，原来刑侦组的同事定位到了一辆车，疑惑的小金也找到了这个地点，发现了一辆坠毁的车，车不远处出现了一具变黑的尸体。小金四处搜查，发现了一个工作证，没想到上面竟是蒲光浩的名字，这让他完全懵了。如果这个男人是蒲光浩，那警局中的光浩是谁？此时他怀疑警局中的光浩盗用了身份，可能还有其他杀人灭口的目的。他求助于法医，希望法医能查明死因，并且保守秘密，不让其他人知道。很快尸检报告出炉，显示死因不是事故，而是因为强大的压迫导致窒息。法医也感到困惑，为什么会有2个光浩？这背后有什么隐秘吗？小金也无法解释，他决定先查清楚光浩的真实身份，然后悄悄潜入光浩家，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还比对了光浩的指纹，结果却显示查无此人。小金看着眼前这个表面简单的男人，实际上可能隐藏着许多秘密。到了晚上，小金前往1988年光浩的工作地点，正好碰到光浩和组长在一起。光浩看到这一幕也觉得尴尬，小金想了解2人来这里的目的，组长支吾其词答不上来。旁边的光浩则解释说，是因为有人盗用了他的身份，所以他们来这里调查。这时小金心里已经明白，眼前这个光浩并不是真正的光浩。他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组长会一直帮助并包庇他们。为了彻底弄清楚真相，他决定加入光浩的调查，想要查明到底是谁盗用了身份。第二天，小金提前去了光浩家，希望和光浩一起揭露真相。光浩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同意了。然后2人去了1988年光浩常去的练歌房，从老板那里得知1988年的光浩曾经问过他关于30年前隧道中被害的女人，而老板正是那位被害女人的弟弟。听到这些，光浩变得非常激动。这个案件只有30年前的人才知道，为什么1988年的光浩会知道这些细节呢？为了彻底搞清楚，光浩匆忙回到警局找组长，同事通知他已经找到了1988年的光浩的车子，于是他迅速赶到现场，但他只看到了一辆坠毁的车，车内的人却不见了。这时小金也赶到了，他怀疑光浩盗用1988年光浩的身份，并且杀人灭口，然后不听光浩解释，直接拿出手铐将他铐住。在回警局的路上，没办法，光浩只好向小金坦白真相了。他说自己是从30年前穿越来的，但小金觉得光浩只是在编故事，最后还是把光浩带回了警局。组长看到这一幕也很惊慌，他要求小金赶紧放了光浩。这时小金却认为组长是光浩的帮凶，尽管组长再三解释穿越的事，小金还是不相信这一切。然后组长掏出了30年前警局同事的合照，小金这才在照片里看到了和光浩一模一样的男人，他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穿越这回事。就在这时，小金的父亲也来到了警局，他一看到光浩也震惊了，这不是当年调查妻子案件的那位警官吗？光浩觉得父亲也很面熟，原来父亲是30年前第4名被害者的丈夫，而那个婴儿就是现在的小静。旁边的小静看着他们的互动也很困惑。正当父亲想要说出真相时，组长急忙打断了他。他认为关于穿越的事最好还是少有人知道，否则可能带来不少麻烦。小金仍然难以置信这种难以理解的事情，他希望光浩能解释清楚。光浩为了消除小金的疑惑，带他来到了当初穿越的隧道。光浩向小金解释，30年前发生了6起丝袜连环命案，当时以为只是普通的命案，没想到女性被害人数一直增加，其中也包括小金的母亲。当时重案组也竭尽全力寻找线索，但最终一无所获。唯一知道的是，凶手在每个受害人的脚腕上留下了黑色的记号，而之前发现的翠花尸体实际上是案件中唯一的幸存者，他是在隧道中追凶时穿越到这里的。小金对此也感到疑惑，既然光浩是从30年前穿越来的，那1988年的光浩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光浩认为1988年的光浩可能发现了关于凶手的线索，因此被灭口了。了解真相后的小金与光浩和解，决定一起调查这起连环命案。第二天，同事们看到光浩和小金竟然坐在一起很和谐，心里不禁感到惊讶。昨天还像仇人一样，今天看上去却如此亲密，甚至密不可分，
这时小金接到了女教授的电话，得知了关于凶手的重要线索。然后两人手拉手出发了。他们赶到了一所房子前，光浩觉得这座建筑很熟悉。小金解释说，这是他当年抓捕的杀人犯郑浩英的家。光浩这才明白，原来那个当年虐待狗的小伙子就是现在的杀人犯郑浩英。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只能无罪释放他。没想到他现在害了这么多人。女教授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。他发现了一些关于郑浩英的线索。原来女教授曾经采访过郑浩英，根据他的交代，10年前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，那是他的第一起犯罪。但女教授不这么看，她找到了30年前的案件，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，发现第一个受害者就在郑浩英家附近遇害。虽然看似是2起不同案件，但所有受害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他们都穿着短裙和丝袜。郑浩英的目标也总是穿短裙丝袜的女性，因此女教授大胆推测，30年前的丝袜连环杀人案，郑浩英很可能就是那6名受害者的杀手。听完女教授的分析，光浩非常懊恼，后悔当初没能找到足够的证据，没能让这个变态杀人犯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但郑浩英已经逃亡2年，他们究竟该如何将他抓捕归案？就在这时，小金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又发生了新案件。不久后，警方在芦苇丛中发现了一名被害女孩，作案手法与以前完全相同。法医的尸检报告显示，死者是因为被反复勒紧脖子窒息致死，凶手显然享受杀戮的快感。不过有件奇怪的是，被发现在江边的女尸明显是出于愤怒而杀害的，因此法医认为不可能只有郑浩英一个人作案。光浩和小金却不同意这一看法，他们认为根据30年前的丝袜连环杀人案来看，郑浩英有很重的犯罪心理。而小金刚回到警局，就接到了郑浩英的电话。郑浩英坦诚自己只杀了芦苇荡的女孩，但江边的案子跟他无关。听后，小金立刻指示技术人员进行手机定位，定位到了郑浩英拨打电话的地点。当他们赶到那里时，发现郑浩英已经消失无踪。第2天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丝袜连环杀人案的最新动态。在舆论的压力下，上级对重案组施加了压力，要求他们迅速破案，并指派了一位女教授作为心理分析师来帮助他们。女教授经过调查分析后发现，30年前郑浩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在那段时间内并未发生其他命案，可能是因为郑浩英在精神病院的这些年改变了他的作案方式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后的受害者脚腕上没有黑点。为了找到郑浩英，小金和光浩开始走访受害者家属，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，很快确定了郑浩英的藏身之处。组长随后召集人手，布置了周围的埋伏。没想到郑浩英警觉性很高，很快就察觉到了埋伏，他立刻逃跑。光浩和小金见状追了上去，但因为不熟悉地形，最终还是没能抓住郑浩英。小金这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正是刚逃走的郑浩英打来的。他警告小金已经激怒了他，并威胁要把下一个目标转移到小金最在意的女人身上。听后，慌张的小金立即给女教授打电话，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晚上在公园的游乐场，一名神秘人在行凶，他愤怒地掐着一名女子的脖子。街区经常发生火灾，警局为了赢回民众支持，决定在媒体监督下让纵火犯重现案发现场。在重现现场时，光浩在被烧的西装店里发现了妻子严淑的照片。他找到店主问询详情，店主说严淑曾在这里工作，但后来她自行辞职，听说她嫁给了首尔的药店老板。光浩听闻严淑改嫁后，瞬间感到被戴了绿帽，气冲冲地离开了。组长急忙追上前来安慰，说既然知道了真相，不如去首尔查明被戴绿帽的原因。于是两人开车前往首尔，找到了那家药店的老板。老板承认曾追求过严淑，但被严淑多次拒绝，因为当时她也有孩子，她要抚养孩子长大，等待丈夫归来。光浩得知严淑没改嫁且有了孩子后很高兴，按照老板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严淑曾工作的地方。房东大妈告诉光浩一个震惊的消息，严淑在20年前的交通事故中去世了。光浩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感到崩溃，于是他前往当地医院调取了当年事故的记录。档案里清楚记录了严淑当年的车祸以及她最终的去世。光浩极度痛苦，想要知道关于女儿夏沫的情况，但工作人员却说那天只有严淑的抢救记录，孩子的夏沫没有记录。就在这时，组长接了个电话，原来重案组又有新的命案了。被害人是个女大学生，作案手法跟之前几次一样，同样是用丝袜勒死窒息而亡。此时在案发现场的小金接到了女教授的电话，女教授说这次和江边那个案子加起来，凶手可能就是郑浩英，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报复。小金听后觉得莫名其妙，女教授认为是因为小金2年前逮捕郑浩英，触发了他30年前的杀人记忆，他可能还会继续犯案，因为他想看看你的反应。小金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一切难道真是因为自己2年前的审讯在郑浩英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吗？而在另一边，挂断电话的女教授
正在整理案件资料，镜头移到了挂着哨子的画框，这不就是严叔给光浩的哨子吗？尸检时发现脚踝上有5个黑点，这时他才明白，30年前的第5个被害人不是死在1986年，而是2016年。知道这一切的法医也苦笑了，觉得有人在挑衅他，于是他在江边杀了第7个被害人。因为媒体的大量报道，警方为了稳定局面，同时也对郑浩英进行了全面搜查。另一边，法医正欣赏着自己的作品，这时光浩和小金赶了过来，打断了他。光浩询问法医，死者脚腕上的黑点是怎么弄上去的？法医拿出自己的钢笔说，可能是类似钢笔的东西。但光浩听到后显得不太相信，法医便友好地提醒他们，这2起案件有些不同，很可能不止郑浩英一个凶手。女教授作为犯罪心理专家也同意这一点，但小金始终不信存在2个凶手，他坚持认为都是郑浩英做的。可能是2年前的审讯影响了郑浩英，使他改变了作案方式。回到警局后，小金又接到了郑浩英的电话，电话中郑浩英再次强调江边和公园的女尸案都不是他干的，但小金不信，认为他在逃避罪责。随后光浩和小金用定位找到了郑浩英打电话的地点，但只找到故意留下的手机，并没找到郑浩英本人。第2天，为了找出郑浩英的藏身地，他们去问了郑浩英的母亲，从他那里得知郑浩英可能藏在他父亲以前工作的废弃化工厂。得知这一关键线索后，组长立刻召集人手，紧急赶往那家化工厂。这次我们绝不能让郑浩英逃脱。但是当大家赶到现场时，却发现郑浩英早已不在那里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中生在喝酒烤串。与此同时，女教授穿上了精心挑选的短裙，带着光浩送给的少女一起，独自驾车前往了乡间的小路。她到底打算做什么呢？原来是女教授接受了媒体采访，她在采访中暗示了郑浩英可能的下一次作案时间和地点，而她在采访中的话恰好被法医看到。法医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，他计划用自己做诱饵来引出郑浩英，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小金，希望小金能去阻止女教授的危险行动。此时的女教授正在等待郑浩英的出现，突然她身后出现了一辆车，女教授顿时慌了，她希望能活捉凶手，但凶手的突然袭击让她措手不及，尽管她拼命逃跑，最终还是被凶手捉住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她想起了母亲送给她的哨子，于是她用尽全力吹响了哨子，她希望哨声能像母亲所说的那样，在危急时刻吹响哨子，她的爸爸就会来救她。哨声在丛林中回荡，最终传到了正在搜寻的光浩耳边。光浩立刻顺着哨声跑了过去。此时女教授正在被凶手攻击，她逐渐失去了反抗的力量。就在她快要昏迷之际，光浩及时赶到并大声吼叫。凶手见状立刻逃离了现场，成功救出女教授之后，听到响声的小金也赶到了。等到女教授逐渐恢复意识，光浩立刻让小金去追捕凶手。他注意到女教授脖子上挂着的哨子，这引起了光浩的注意。这难道不是30年前严叔送给他的那个哨子吗？他感到非常震惊，难道女教授就是光浩失散多年的那个人？同时小金在激烈的和凶手搏斗，组长也带人及时赶到，他们终于抓到了连环杀手，将郑浩英逮捕归案。同时女教授被光浩送往医院，看着眼前满是伤痕的女教授，她没想到一直苦苦寻找的女儿就在自己身边，她对自己未能保护好女儿感到非常内疚。此时小金也来到了医院，光浩向小金透露了女教授的真实身份，并希望小金暂时保密，因为他不希望女儿再受到伤害。第2天，女教授从昏迷中苏醒，她并不担心自己的伤势，而是把自己取得的证据告诉了小金。郑浩英在作案时向她透露了一切，她承认自己杀了很多人，但江边和公园的那2起女尸案并非她所为。女教授回想起被丝袜勒紧的情景，她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。平时冷静的她在危机时刻显露出脆弱的一面，她抱着小金痛哭。光浩在门外听到女儿的痛苦回忆，他感到非常愤怒，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。晚上回到警局，光浩和小金对郑浩英开始了审问，他们以为摆出所有证据就能让他认罪，但郑浩英坚决不承认罪行。这时女教授给小金打来电话，她说如果郑浩英不认罪，可以尝试求助于他的母亲，这可能是他的弱点。于是他们来到了郑的母亲家，希望他能劝郑浩英认罪，但母亲不愿见这个失败的儿子，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决定在郑浩英身上找突破点。小金拿出了自己母亲的照片，郑浩英看到照片异常兴奋，描述了照片中母亲的衣着，但他依然否认自己是凶手，这让小金更加确信凶手无疑是郑浩英，因为只有凶手才清楚那晚母亲的装扮。这时光浩靠近郑浩英，重复了30年前的审讯话语。郑浩英看向光浩，露出惊恐的表情，紧张地询问光浩到底是谁。光浩不再隐瞒，揭露了穿越时空的秘密，目的是捉拿真正的凶手。然后
光浩列举了30年前的案件详情。郑浩英听到被害人脚上的黑点后，显示出疑惑的神情。光浩看到这一反应，感到情况似乎不对劲，难道真有其他凶手？重案组紧急召开会议，光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可能郑浩英并非30年前的真凶。小金不同意光浩的观点，他认为郑浩英在伪装，要不然怎么会知道他母亲被害时的衣着？这话给了光浩新的启发。光浩回想案发当天，不只是凶手一个人，还有人知道被害人的装扮，那应该是目击者。小金正在给法医打电话，他告诉法医郑浩英是目击者。此时同事来了，打断了通话。他说郑浩英决定认罪。法医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法医非常惊慌，因为担心郑浩英的自首会暴露他的身份。郑浩英也向小金坦白，他就是杀害母亲的凶手。小金非常吃惊，他不明白是什么让郑浩英如此反复无常。光浩早已看穿一切，他知道郑浩英不是真凶。光浩递给郑浩英一根烟，郑浩英没有接。他的血液报告显示，郑浩英血液中没有尼古丁。光浩更加确信郑浩英不是凶手，因为30年前在隧道里，他亲眼见到凶手在现场抽烟。光浩向郑浩英描述了30年前他作为目击者所见的情景，正是那次目击让他内心的杀意激增。他开始模仿丝袜连环杀人案犯案。光浩的这番话显然触动了郑浩英的痛处，他不愿意承认是模仿别人作案，一直坚称所有的人都是他杀的。他自称不是目击者。看到郑浩英这么激烈的反应，小金心里也开始动摇了，难道真的有别的凶手杀了他母亲？第二天，郑浩英被正式移交给检察机关，法医也特意来看，想看看这个当年的目击者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没想到晚上，光浩突然接到了同事的电话，郑浩英在监狱里神秘自杀了。光浩和小金也急忙赶到监狱，狱警说郑浩英之前没有任何异常行为，通过现场确认是自杀。但奇怪的是，在他牢房里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只写了一个词庙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词背后是什么意思，这是在暗示什么线索吗？虽然案件已经结束，但汪浩一直觉得郑浩英的死不简单，他便去监狱查看访客记录。没想到郑浩英临死前见过法医，于是他们询问了法医。法医表示自己在很多案件中都有疑问，曾去监狱求证郑浩英，但光浩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法医很可疑。回到警局的光浩看着纸条上的单词，突然想到法医的钢笔上似乎就有这样的字母，而且尸体上的黑点很可能是钢笔点上去的。为了查清法医的真实身份，他让同事帮忙查一下法医的档案，结果令光浩吃了一惊。没想到法医30年前就在华阳地区了。光浩不敢相信，难道真凶真是法医？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，光浩偷偷溜进法医的办公室，果然找到了那支刻有命字的钢笔。光浩终于明白了一切，原来郑浩英留下的纸条是为了提醒大家，法医就是凶手。就在这时，光浩的手机响了，打电话的人是法医。原来法医已经知道了光浩穿越的事情，是在和小金谈话中，小金不小心透露了。光浩发现郑浩英是目击者，并且证据就是凶手曾在隧道内抽烟，而郑浩英不抽烟。听到这些，法医开始怀疑光浩的身份，因为他很确定这件事只有当时的刑警光浩知道，他曾去警局确认过光浩的失踪，再加上光浩的一些不正常行为，他更加确定现在的光浩就是30年前的光浩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法医非常兴奋，想要和30年前的光浩再次对决。在电话里，法医让光浩一个人去当初的隧道，否则他会将目标转向小金和女教授。光浩还没来得及把钢笔和证据交给小金，他们来到了当年追赶法医的那个隧道。30年后，两人再次相遇。法医已经知道光浩是从30年前穿越过来的，他警告光浩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，因为光浩来自过去，在这里没有任何记录，即使死在这里也没人会知道。然后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光浩这个人了。光浩意识到1988年的自己是被法医害死的，只因为1988年光浩发现了法医伤害老人的事，并一直在暗中调查他，最终被法医追杀，惨死在山崖下。听到法医的残暴行径，光浩不想再废话，于是他们开始搏斗，都想要置对方于死地。光浩甚至使出了绝命武技过肩摔。这时突然一道白光闪过，两人在自己的空间中消失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时光浩才发现，原来他已经回到了1986年。此刻他不再多想，决定先回家看看自己的妻子严淑。严淑看到光浩突然出现，也非常惊讶。光浩看到久别的妻子，激动地抱住她大哭。之后光浩开始给严淑讲述自己的穿越经历，说在未来的世界，大家都用华为手机，开50红光轿车，穿着中国制造的衣服，还遇到了他们的女儿。女儿非常优秀，是国内知名的心理学专家。虽然觉得难以置信，但严淑还是无条件信任光浩。2016年的时候，小金把光浩穿越的事告诉了李教授。
并解释了光浩是他父亲的真相。吕教授一听觉得太荒谬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年纪相仿的他是自己的父亲？但听了小金讲述那个故事后，吕教授才开始相信小金的话，因为那个秘密只有他的母亲和从未谋面的父亲知道。回家后，吕教授回想起何光浩的种种，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，原来父亲一直在保护他。第二天，小金他们发现联系不上光浩了，他竟然神秘失踪了。因为光浩在这个世界没有记录，所以不能按常规失踪案处理，只能他们自己去找。小金通过监控找到了光浩的行踪，原来光浩那晚去了华阳大学，但那儿没有熟悉光浩的人。经过询问同事才知道，光浩那晚查了法医的档案。小金觉得光浩的失踪可能和法医有关，于是去法医那里打听光浩的下落。法医却说没见过光浩。听法医这么说，小金感到更加困惑。他后来和女教授讨论了此事，女教授也认为光浩的失踪可能和法医有关，因为光浩曾询问法医案件的细节。当时他认为不止一个凶手，因为作案手法有所不同。郑浩英的杀人方式是反复勒紧脖子，而其他死者则是一次性被勒死。这段对话被躲在后面的法医听到了。法医得知女教授其实是光浩的女儿。第二天，小金去警局找女法医询问怎样判断死者的勒痕次数。女法医表示从外表看不出什么，或许凶手才清楚。小金听后非常震惊，原来自己深信的人竟是30年前的连环杀手。法医回到办公室发现口袋里的钢笔不见了，他开始疯狂寻找，但最终没有找到。法医没想到那支钢笔被光浩带到了1986年，那个年代很落后，没有 DNA 检测技术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找到当年的第5位受害者。翠花是唯一的幸存者，希望翠花能出面指认法医，但翠花不愿意，因为不想回忆那恐怖的夜晚。光浩见状不再强求，于是留下一张纸条塞进门缝，希望翠花看后能改变主意。晚上，光浩带着家人到豪华游轮上，一家3口在游轮上享受团聚时光，还给未出生的女儿买了玩具熊。第二天，翠花出门发现了纸条，纸条上写着所有被害人的名字，希望她能勇敢站出来，把凶手绳之以法。翠花看见这么多人遭遇不幸，她的内心不再感到恐惧，于是她打电话给光浩，告诉他愿意出面指认凶手。现在关键证人已经到位，接下来就是抓捕那位年轻的法医。光浩通过法医的学校查到了他的地址，然后直接去了法医的家。法医看到光浩来了也很惊讶。光浩开始讲述法医的作案过程，一件件事情都详细说明了。法医却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然后转身逃跑。法医在路上疯狂地逃跑，结果不料又跑回了那个隧道。两人在隧道里再次展开追逐，看着法医快要冲出隧道，光浩立刻加速追赶。正当他们快要出隧道时，突然一道白光闪现，光浩也冲出了隧道，发现这个隧道已经废弃很久。光浩看着眼前的高楼大厦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自己又一次穿越到了30年后的世界，再次来到了2016年。但他一点也不高兴，因为他之前答应过妻子不再失踪，看来这次又得食言了。光浩回想起每次穿越的契机，都是因为他和法医同时在隧道中，这才触发了穿越的可能。要想回到过去，就必须尽快抓到法医。但光浩突然意识到，能证明法医是凶手的关键证据却遗留在了过去。无奈之下，光浩只能回到警局。首长看到光浩突然出现，也感到非常惊讶。吕教授见到光浩后，激动地抱住他大哭。光浩随即向大家解释了经过，本以为能回到过去，抓住年轻的法医，不再让无辜者遭受伤害，没想到抓捕时又出了意外，结果穿越到了这里。尽管大家都知道法医是真凶，但现在的大问题是，那支关键的钢笔被光浩遗留在1986年了。为了尽快抓住法医，防止他继续作恶，光浩提议先把法医带到警局，然后用那支钢笔破解他的心理防线。于是他们来到了鉴定所。光浩看到法医正和同事们聊得高兴，气得他勃然大怒，一脚踢翻了桌子，然后对法医大声质问。法医看到光浩突然出现，感到非常诧异，消失的光浩怎会突然回来？光浩不再多言，直接逮捕了法医。在审讯室里，法医还是不承认罪行，光浩甚至提到了钢笔上的 DNA， 让他陷入混乱。但法医机敏地看出钢笔并不在光浩手中，法医甚至拿光浩冒用身份的事来威胁他。看着法医这么顽固，大家只好重新找新证据。于是光浩和同伴来到了法医家，没想到法医卧室的墙上挂满了许多老年人的遗像。原来这30年里，法医不止侵害年轻女性，连老人也不放过。这时的光浩非常愤怒，不停地咒骂法医的家人。第二天，局长听说这位被视为神圣的法医竟然被当作嫌疑人审讯，便大声斥责了一番，随后像哈巴狗一样恭敬地把法医送出门外。看着局长这种舔狗行为，大家都感到唏嘘，但组长不想放过这个变态的法医，于是暗中命人跟踪他，防止他再次作案。到了晚上，
光浩和小金换班，同事透过窗外发现，法医一直在办公室里忙碌，这让光浩生疑，变态杀手也会加班熬夜。两人便上楼去查看，没想到办公室里的人不是法医，法医早就和同事换班，悄悄离开了。光浩和小金感觉不妙，急忙出去寻找法医。同时，一个女人在公园散步，突然法医的身影出现在她背后，接着一声惨叫，又多了一个受害者。两人找了很久，但还是没找到法医的踪迹。第二天，光浩来到案发现场，看到眼前惨不忍睹的一幕，非常后悔没能严密看守法医，否则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组长也是如此，也深陷自责，因为曾放走法医，大家都知道这是法医干的，但就是缺证据，所以才会有这一切。光浩气冲冲地走出案发现场，直接冲进法医的办公室，想要问个明白。法医早料到光浩会来，还准备了茶水等他。光浩怒不可遏，一上来就给了法医一个重击，法医却报之以微笑。光浩随即掐住法医的脖子，让他尝尝被窒息的滋味。旁边的小金并没阻止光浩，因为他也觉得这个变态该受到惩罚。法医差点就没命了，但保安及时赶到把光浩拉开。小金质问法医，接近自己就是为了骗取信任吗？法医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凶手。小金走时，法医送了一枚戒指，暗示事情还没结束。另一边，教授在课堂上看到同学的钢笔掉了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急忙联系光浩，说自己的记忆被篡改过，记得曾看到过那样的钢笔，妈妈还特别叮嘱要好好保存，但具体位置记不清了。女教授回到办公室，翻看小时候的相册，希望找到线索，看到自己抱着红色玩具熊的照片，似乎想起了钢笔的位置，然后立刻给光浩打电话。光浩已经知道那支钢笔在哪了。女教授挂断了电话，准备回家取那支钢笔。就在这时，法医突然出现，原来法医在戒指里装了窃听器，然后巧妙地交给了小金。光浩和小金的对话，包括钢笔线索的讨论，都被远处的法医偷听到了。到了晚上，光浩到办公室找女教授，却发现她不在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突然发现女教授留下的手机，光浩这才察觉到情况不妙，女教授可能已经被法医带走。被捆绑的女教授被塞进了后备箱，她拼命挣扎，但是无济于事。最后，女教授被带到一个废弃的房子，法医直接切入正题，要求她透露高米的位置。正义的女教授坚决不屈服于恶势力，残忍的法医看到她这么坚定，更加不留情面，让她感受窒息的恐惧。女教授快要失去意识时，无力反抗的她不得不妥协。然后她打电话给英国的室友，让他把钢笔寄过来。看到女教授服从，法医终于松了口气。这时女教授注意到墙上的图案，她大胆推测这与她的母亲有关。在模仿法医的调查后，女教授这才明白了一切。原来法医小时候和母亲一起生活，母亲为了谋生工作，只能将法医关在阁楼上，然后母亲会穿上丝袜和短裙，非常妖娆的和其他男人喝酒。这在法医很小时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，直到长大之后才开始无休止的杀害那些穿丝袜短裙的女人，因为在他眼里，这些女人都是不可饶恕的，他的目标就是杀害这些女人。另一方面，光浩等人也在寻找法医的踪迹，但始终没有进展。这时，女教授的英国室友打来电话求助，告诉她那根钢笔不在宿舍。这时光浩意识到，女教授是通过室友向他们传递重要信息，他非常担心女教授的安全。这时小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先让室友随便邮寄一支钢笔来，然后在华阳大学进行严密布控，等快递到来时就展开抓捕法医的行动。但事情并非如小金预想，在当天的抓捕中，小金和光浩并未见到法医。询问快递员后才明白，原来女教授的快递已经被法医拦截并签收了。两人感到非常疑惑，这么周密的计划怎会失败？原来他们的所有行动都被妻子的监听器监听了。法医提前取得了快递，并且安全撤退。可是当他打开快递时，发现里面只有一个非常普通的罐子。法医意识到自己被女教授耍了。回到警局之后，大家都很疑惑，法医怎么会提前知道抓捕计划呢？这时小金注意到桌上的监视器，回想起法医之前的话，他突然感到事情不妙，于是他拆开监视器检查，没想到里面竟然装有窃听器。这才明白，原来所有行动都被提前泄露了，都是因为这个窃听器。光浩也非常愤怒，为了找到法医的藏身地，光浩和小金来到法医的母校，通过询问老师得知了法医的家庭住址。小金立刻通知队长前往法医的家，同时气急败坏的法医在逼问钢笔的下落，女教授却一言不发。法医怒火中烧，正要动手，突然外面响起警笛声。光浩和小金带队赶到，光浩冲进屋子，发现法医已经逃出后门。光浩追了出去，正好看到法医背着昏迷的女教授逃跑，他们立刻追了上去。法医开车迅速逃离现场，
这时昏迷的女教授醒来，她趁法医不注意跳下车，光浩成功救下了女教授，然后他们一起回家，找到了藏有钢笔的玩具熊。第二天钢笔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，上面确实残留着第7和第8名受害者的血迹，钢笔上还有法医的指纹。现在证据已经找全了，接下来就是抓捕法医的行动。小金非常清楚，法医这种人绝不会停止杀戮，他列出了之前受害者的地点，通过分析对比，小金找到了法医可能的作案地点。然后大家开始在周围地区布控，光浩和小金在大街上寻找法医的踪迹。这时一个穿黑衣的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两人快速上前去制止，没想到这人不是法医。同时李教授刚回到家，直觉告诉他危险即将来临，他想逃跑，但还是被那个男人抓回来了。那男人狠狠地掐住他的脖子。就在女教授快要窒息时，他的父亲及时赶到，光浩冲进去一脚飞踢，随后与法医展开扭打。小金也及时赶到救下了女教授，同时光浩依靠中国功夫最终制服了法医。光浩把手铐递给小金，让他亲手逮捕杀害母亲的凶手。这起30年前的丝袜连环杀人案也正式被警方破获。局长得知消息后也来到了重案组，为当初放走法医而自责，并给大家沉默片刻。工作结束后请大家吃披萨，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，那就是30年前的案件已过公诉期，只有法医自己认罪才能让30年前的死者得到安息，让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没想到在审讯法医的时候，法医顽强抵抗，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。吕教授在分析法医的笔记时，发现法医有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障碍，最初是因为怨恨母亲，后来认为自己是替天行道。法医坚信自己没有错，认为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，所以在审讯中一直闭口不言。吕教授建议在审讯中破除他坚定的信仰，这样他就会开口认罪。听了女教授的建议后，小金已经找到了破解的办法，于是他和光浩再次审讯法医。这次小金拿郑浩英来和法医做对比，故意激怒法医，说他和郑浩英一样都是无理杀人。光浩在旁边嘲讽法医，说他就像个垃圾，只会挑弱小的无辜女性下手。法医听了他们的话，却不屑地笑了笑，他认为他杀的人都不是无辜的，其中有的是为了偷偷约会欺骗家人的高中生，有的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故意穿短裙的服务员，还有的是为了钱到首尔出卖身体的女性。没想到这些人都是因为奇葩的理由最终落入法医的手中。而小金母亲遇害的原因，她竟然在公交车上和其他男人开怀大笑，结果她成了法医的下一个目标。小金怎么也没想到母亲的死竟是因为这么简单的原因，她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直接上前给法医一个重击。她想用同样的方式让法医也尝尝被窒息的滋味。光浩急忙拉开小金，光浩认为这样的罪犯应该由法律来严惩，让他的余生都在监狱里度过。面对小金的愤怒和痛苦，法医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，他始终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。这起持续30年的连环命案终于告破，重案组也进行了最后一次聚餐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顿饭后光浩就要回到自己的世界。就这样，大家都被光浩灌倒了。然后光浩来到女教授家，吃着女儿亲手做的饭菜，和女儿共度最后的时光。知道父亲即将回到过去，为了弥补小时候的遗憾，女教授和光浩拍了最后一张合照，然后女教授和小金一起送光浩到隧道口。光浩最后嘱咐小金要好好保护女教授，然后向隧道口走去。光浩最终回到了1988年，刚穿越回去的光浩也没闲着，他正在追捕一名小偷，却不小心撞到了一名孕妇。将孕妇送到医院之后，孩子也顺利出生了。孕妇为了感谢光浩的救命之恩，特意将孩子命名为朴光浩，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警察。光浩回到家，严书正抱着5个月大的女儿，旁边站着的就是小时候的小金。就这样，光浩一家人整整齐齐地聚在一起。